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街机平台的动作游戏《神话战士》。这款游戏采用的是俯视的视角。街机平台采用俯视视角的游戏很多，但是一般都会做成射击游戏，比如说《忍者指令》、《战场之狼》、《异域战士》、《异域英雄传说》等等。但这款游戏呢，竟然做成了一个动作游戏。从这点上来说呢，它的题材还是比较罕见的。我现在使用的武器是一把剑。武器呢一共有4种，剑是攻击范围最弱的，一般没有人会使用。好，我捡到了一个力量，力量最大呢是6级。我被小兵摸了一下，掉了2滴血，人物一共才6滴血啊。蓝色的道具可以随机给一样武器，包括剑、链球、炸弹，还有回旋镖。4种武器里，我最喜欢使用的就是回旋镖。这是一个魔法，捡到之后，只要按攻击键，魔法就会放出去。所以说，如果想留到 BOSS 的话，那就不能再攻击了。我被这个小兵摸了一下，掉了4滴血。大家就可想而知，这款游戏的难度真的是太硬核了。毕竟呢，出品的年代比较早，1991年。这也是我接触的第一批街机游戏之一，总算是在鬼木镇里把这个血量补满了。前方就是 BOSS 战 ，BOSS 是一个大象，放一个魔法直接把它带走。看见这只大象呢，很多小伙伴可能想起来了，哎，这款游戏我玩过，但是呢，当年卡在了第3关或者第4关没能通关。实际上呢，游戏的流程一共有7关。回旋镖在使用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，它同屏最大就存在2个，所以说你不要一次性的都扔出去。都扔出去呢，在回来之前你就没有什么攻击手段了。遇到怪很多的情况比较危险。这里捡到了一个小精灵，小精灵呢可以辅助咱们攻击，但是呢是有次数限制的，一会儿就走了。这种绿色的箱子里边的道具我感觉是随机的，前面的关卡还好，到后面呢它有可能会给咱们一个怪物，直接把咱们的血撞掉。刚才呢地图上还有橙色的道具，橙色的道具除了给武器之外呢，它还会给血或者是力量。天，这里我又捡到了一个魔法呀！我希望能把它保留到 BOSS， 这个难度比较高，因为这里离 BOSS 很远，并且呢路途上的怪物很多。咱们跳跃的时候呢，踩这一下是有一点攻击能力的，只能靠这招了。我的血量不满啊，剩2滴了。哎，我还指望这箱子里能给我拿出血来，结果呢给了我2个怪。又被砍了一刀，剩1滴血了，但前方呢就是 BOSS， 这 BOSS 一看就是美杜莎呀，把它秒掉。血量现在是3滴，血量过关是继承的，并不是给咱们加满的。但是呢，即使差点翻车，我觉得把魔法带到 BOSS 还是很值的，一下就能把它秒掉。第3关。游戏到第4关难度才开始加强，所以说前3关还好，但是要注意少犯错呀，因为犯一次错的代价实在是太高了。一个小兵竟然有可能带走咱们3滴血或者4滴血，一共才6滴血，摸2下就没了。回旋镖的范围还是很优秀的。而且它出去和回来呢不是一个轨道。这个牛头怪叫什么？米诺陶斯是吗？整体游戏的质感让我想起了野蛮人柯南，不知道是不是受后者的启发。这里又是鬼石，这里边有好多的道具啊，这把剑应该没有人会捡吧？
血量能够补满，还能补一下力量。看见血多就开始浪了。这款游戏其实2种打法，一种呢就是速通式的，一直往前跳，跳在怪物的空隙，然后遇到血呢就吃。另外一种呢就是慢一点打，稳扎稳打。稳扎稳打的难度稍低一点，比较适合我这种普通玩家。好，本关的 BOSS， 这个 BOSS 看起来呢，裹上面粉油炸呀，隔壁小孩都馋哭了。咱们站一个点，这个点不是绝对安全的，有几率会被他碰到，但是呢，这样打最简单。被碰到了一下。下一关呢，就是新人劝退关卡。鞭子好长啊，这东西让我想起了马里奥里边的火鞭，总是在库巴城堡里出现。这关掉下去呢，不是一条命，应该是掉3滴血。所以说，很多高手在速通的时候，他们知道前面有血，会故意跳进去节省时间。白色的骷髅呢，一下就能打倒，后面有黄色的，需要打2下。幸亏没有红骷髅啊，让我想起了恶魔城的红骷髅，打不死。好，给了我一剑，这剑砍掉了2滴血。我记得右边是有血量补给的，去看一下。这关的分支路线比较多。这个宽度我没有信心跳过去啊，绕路吧。不从这儿走啊，因为捡到蓝色的道具呢，随机给武器，万一给我一把剑啊，我这条命就扔这儿了。好大的蝙蝠啊，而且这个叫声像是狗。慢点走，不要急。跳这种平台我还是比较有信心的。玩了这么多年游戏，这种平台如果跳不好呢，那实在是基本功不过关啊。哎，这辆车不到站啊，那只能斜着跳了。眼球怪，前方不远就应该是 BOSS 战了。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第一次看见这款游戏是在工人文化宫1楼，摆了几个机台，其中就有这款。小的时候玩还觉得很害怕。野区怪的造型过于阴暗了，这个怪看起来是一个蛇，但是呢只剩骨头了。并且这个头好像还是人头，离远点打，稳一点。我的血量好不容易加满，BOSS都不难打，而且呢，血也不厚。第5关了。其实这款游戏单拿出来任何一个怪，你都感觉不是那么难对付，但是呢，放在流程当中，你就很难不犯错。尤其是怪多的时候，很容易就手忙脚乱了。无旋镖的射程非常优秀，可以越过墙壁。其实练球也可以，练球的使用方式呢要更特别一些。
一会儿如果捡到呢，给大家演示一下练球。其他的武器我用不好，剑呢，之前大家已经看到了，攻击范围实在是太可怜了。使用炸弹呢，节奏要掌握得非常好，因为炸弹爆炸之后呢，它有一个稍微的延迟。这种绿色箱子到了这个阶段，我都不敢打开了。果然是怪，掉了一滴血啊！这种癞蛤蟆，蓝色的跳得非常远，有的时候我都感觉它飞了是怎么的。而且呢，这种俯视视角，对面的怪呢没有影子，有感觉你吃不准它到底能跳多远。BOSS 战了，2只小火龙，这真的是小火龙啊！这关也可以站点，相对安全吧。被龙碰了一下，掉了2滴血。你看刚刚看起来呢，这个火球好像是击中我，这就是俯视视角的游戏，给玩家呢会造成一定的视角的认知偏差。这个判定不是很好掌握，有的时候你感觉打到你了，但是没掉血；有的时候呢，你感觉没打到，都掉血了。总之啊，你的原点是最好的。这里骷髅好多，捡到了链球，好吧。这个链球呢，它是直着出来，直着回来的。如果你想让它变成范围技，你就摇动你的摇杆。这关开始啊，我的血就掉了一半啊。把你的鞭子伸出去，然后左右晃动，这就是使用鞭子的技巧。看，不止伸出去能回来，还要在伸出去之后抖动。这个大家学会了吧？哇，这关我想保持满血真的太难了。很多小伙伴也比较喜欢用链球这个武器，但我的最爱还是回旋镖啊。链球的弱点在哪儿呢？你抖动的时候，人物是不能动的。普通打小兵的时候倒没什么，有的时候打 BOSS 呢，因为你的收招时间过长，容易被 BOSS 碰到。这3个箱子。先把这2个癞蛤蟆清掉，果然啊，给了2个怪，血量又不满了。这款游戏比较遗憾的一点呢，是没有女性角色可以使用，并且呢，它甚至不是一个英雄救美的故事。遗憾啊！这里能把血补满，不错。BOSS 战啊，这个 BOSS 体积非常大，我被碰了一下啊，3滴血就没了。再碰一下就翻车了呀！使用回旋镖打它呢，可以利用节奏把它粘在这儿。好的，打完。这样最后一关了。屏幕右边的那张图呢，就是通关的时候的贴图。一会儿咱们就可以在主画面当中看到。这个 BOSS 战不算难，但是注意不要被龙头碰到。既然是最后一关，几乎所有之前咱们遇过的敌人呢，都会出场，露个脸。
吃血的这一下的姿势啊，让我想起勋贵了。我到最后一关才把力量补满，其实影响也不大。运气好呢，可能在第2关就加满。刚把血加满，又掉血。好的，这回咱们珍惜一点，稳一点。又有滚石，又有蝙蝠，慢点往前走。离最终 BOSS 不远了。这里居然出现了3种怪的组合。跳上这个龟壳 ，BOSS 呢是4个龙头，先秒掉一个，给咱们一点空间。龙伸头这一下打到非常疼，4滴血。所以说开场清出一个安全位是很重要的。剩一个就好对付了。哎，刚说好对付，给了我一下，就剩2滴血了，好惊险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动作游戏《神话战士》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